腿比命还长的美女销售，深夜入住旅馆，却被隔壁不怀好意的男人看上。可次日一早，男人突然急匆匆的从美女销售那帕房间跑了出来。哇，你在这儿睡的呀？不，拿个东西。男人慌张的表现让老板产生了怀疑，赶忙进入房间查看。而此时床上的那帕身穿睡衣，面色苍白，完全没了呼吸。老板赶忙让楼下的房客拦住了打算逃跑的男人。不久后，警方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。经调查，男人名叫关之源，跟死者那帕原本不是一个房间，早上却被人发现他是从死者房间出来的，因此被人制服并报了警。随后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检验，死者身体表面没有皮外伤，屋内没有打斗痕迹，死者口鼻处有着明显的异味，初步判断是中毒身亡。警方立即对旅社展开搜查，寻找到带有毒物的毛巾或手绢。随后警员下楼审问昨晚跟死者一个房间的关之源，从他的口中得知，昨晚他们一起去喝酒，那怕喝多了，是自己将他背回来的，并且关之源一口咬定死者并不是自己杀的。恰好此时法医也有了新的发现，从尸僵程度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凌晨的12点到1点之间。而诡异的是，那个时间段大家都在一起喝酒唱歌，因为他们去的比较晚，其他客人早就休息了，期间并没有人来过，并且他们几人都喝的比较多，期间根本没有人离开过。目前没有任何线索，警方只好保护现场，并将现场可疑的住客留下，直至找到凶手。随后警员来到了案发当晚他们喝酒的 KTV， 好在他们赶到的及时，现场还是昨晚的样子，并没有遭到破坏。随后警员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，果然在厕所的水箱里发现了装毒药的瓶子和作案时用的手套。随即警方对现场指纹进行了提取，与此同时警方也对所有住客进行了逐一的调查。第一个到旅馆的人名叫徐亮，今年17岁，已经在这住了1周，整日待在屋里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并且什么通讯设备都不用，天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听外面的动静。第二个男人名叫何新宇，是个背包客，这些年整天在外面到处旅游。第三个男人名叫程飞，曾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，一直读了8年都没能毕业，因为涉有杀害老师，他被怀疑是同犯，被审了半年才被无罪释放。接下来是一个叫做冯婷婷的女孩，目前正在读大学，来这里是找男朋友的，但是因为男友考试耽误了1天，就被安排在了这里。第5个男人名叫伟强，是农村来投奔表哥的民工，而下一个就是死者那帕，他来的时候只拿了一个旅行箱。第7个来的就是嫌疑人关之源，听说是跟女友吵了架出来散心的，本来是没打算住在这里的，但是看到那帕就起了心思，这才住了下来的。最后一个是某通讯公司的副总刘源，警方认为目前这几人除了嫌疑人关之源之外，就属农民工伟强和副总刘源嫌疑最大。身为副总的刘源不住星级酒店，农民工伟强不在工棚待着，怎么看都说不过去。当晚10点，所有人到齐之后，就有人提议去唱歌喝酒，而凶手也是有预谋的将所有人聚齐，然后趁乱作案摆脱嫌疑。不久后，警方找到了众人进行询问。昨晚一群人来到 KTV， 关之源本来的目的就是那帕，因此丝毫没有犹豫就跟了过来。徐亮刚开始就连吹了3瓶酒，气氛瞬间就嗨了起来。但是期间徐亮喝多耍起了酒疯，关之源两人还打了一架。而关之源虽然是冲着那帕来的，但是因为酒量不行，早就喝趴了。之后那帕也喝多去了厕所。后来因为伟强和刘源也打了起来，大家就没再关注那帕。好在众人及时将他们拉开。之后伟强去厕所的时候，还看到了趴在马桶上的那帕。当时他只以为对方是喝多了，没过多在意就离开了。而刘源去厕所时，也看到了不省人事的那帕，看叫不醒他，就将他抱了出去。而关之源也趁机将那帕背回了房间。众人的说法并没有破绽，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，警员彻夜守在了外面。可次日警员叫醒房客后，却发现少了1人。随后对旅店进行搜查后，发现了死在浴室的关之源。法医通过对尸体的检查，发现死者的致命伤是脖子上的勒痕，可以判断出凶手是从身后将死者狠狠勒住。死者一直垂死挣扎，直到喉管勒破，血迸射而出。初步判断凶手为男性，惯用右手，具体的死亡时间无法确定，只能猜测是在35分钟到40分钟之间。而浴室门外挂着的外套并不是关之源的，而是背包客何新宇的。随后警方搜查过何新宇的房间后，从他背包里找到的小票，发现他的所有装备都是在前段时间同一家店里买的。如果他真的是个背包客的话，不可能一次将所有东西买全，因此警方对他进行了询问。可刚开始何新宇并不承认，而是说外套
是自己不小心落在那里的。警员瞬间揭露了他的谎言，警方怀疑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凶手就是要杀内帕和他，在内帕死后就将外套故意挂在了关之源浴室的外面，让凶手误认为里面就是自己，然后让关之源成了替死鬼。见警方说出了一切，何星宇颤颤巍巍地说出了一切。原来他早就知道凶手要杀他，所以在内帕死后，他就在关之源浴室外挂好外套，然后躲进了隔壁的浴室。从门缝处他看到了凶手的小腿，可却无法看到容貌。随后警方问起了他和内帕的关系，他却只说二人是生意伙伴，并没有其他关系。警方知道何星宇并没有交代完全，可他不愿意说，警方也没有办法。于是警方转头调查了徐亮，他表示自己是偷了网瘾学校老师的钱才逃出来的。他现在一心只想承认自己杀了人，然后被关进监狱，这样就不愁吃喝，也不用挨打了。随后对几人的审问，警方也毫无发现。但是在审问程飞的时候，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，说是早上除了冯婷婷，所有人都进了浴室，并且看到了尸体，可是没一个人声张，只是回到住处收拾好东西，等着警方放人。现在看来所有人都有嫌疑，并且凶手就在其中。警方为了找出凶手，将他们聚在一起活动，而警方则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此时的何星宇却异常紧张，表示自己想要申请保护，因为真的有人要杀他。看到监控里的一切，警员决定今晚通宵监视他们，以免发生意外。于是6个嫌疑人和4个警察一起玩起了真心话，想从中找出有用的线索。伟强先是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可却被刘元一通嘲讽，这让伟强怒火中烧，差点两人再次动起手。接下来轮到何星宇发言，他表示自己知道在座的有人要杀他，虽然他不知道是谁派来的，但是那些钱1分也没拿。说完他就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。他的这番话让警员察觉出问题，随后就在旅店老板说话的时候，何星宇竟一头栽在了桌上。警员连忙查看，最终确定凶手是在水里下了毒。随后警方对现场进行地毯式搜查，最终在桌子下面发现了一颗纽扣，而纽扣内藏的就是毒药。这下证据确凿，众人被无限期拘留在旅社，直到找出凶手。随后的审问中，剩下的几人说辞天衣无缝，警方找不到有用的线索，只好将众人再次关进了 KTV， 让他们写下这几天的所有经历，直到所有人供出凶手。而警官则在监控室观察着众人的一举一动。这天回警局的路上，两人讨论起李立行，一个位高权重的副署长，为什么要亲自去调查案件。所有警员觉得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回到警局，一个刚度假回来的警员告诉众人自己网恋的女朋友竟然是刚变形的。随后他就顺道去慰问死者奈帕的父母，哪知奈帕的父母就给了他一张照片，说让他帮忙去慰问一下奈帕的老公。结果看到照片的时候他就惊呆了，因为照片上正是何星宇和奈帕，何星宇就是奈帕的老公。而此时警员也终于想起来为什么一直看何星宇眼熟了，原来几年前何星宇曾找到过他，想让他帮忙找个律师。当时一对夫妇买房子，找到了做中介的何星宇，结果何星宇见钱眼开，当晚就跟妻子奈帕绑架了那对夫妇，对二人折磨了许久，最终将二人折磨致死。因为没能拿到钱，他们搜刮了那对夫妇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甚至连家里的扫地机器人都不放过。最终警方也是根据这个机器人找到了何星宇，这个案子基本就是毫无疑问的死案，没有翻供的可能，因此律师根本没有接受。令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当时这个案子证据确凿，何星宇为什么会被无罪释放，还和内帕同时出现在了案发地，两人还要装作互不相识。根据这一线索，警方找到了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律师，律师表示当年接这个案子是做了必输的打算，哪知道当时的证人没到现场，证词也被判无效，最终被无罪释放。当时保姆和中介经理都是目击证人，可开庭前全部意外死亡，经理被空调外机砸死，保姆则是去法庭当天出车祸死了，这也太巧了。随后警方也为此查了2个多月，最终确定确实是意外死亡，并且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正是一个名叫李立行人，如今他也升职为副署长了。当时监控录像全被警方一帧帧检查过的，这么看来所有的线索都串联在了一起。随后根据监控看到撞飞保姆的正是程飞，这下警方可以确定凶手的下个目标就是程飞。随着案件的深入，目前的几人一定都和那起中介案有关，并且其中一定有人说了谎。与此同时，被关起来的众人里，程飞先沉不住气了，看到众人的笔记本上全写着他的名字，最终他承认自己确实杀过人，撞死过一个保姆，杀了一对夫妇。
见程飞终于承认了当年所做的一切，几人纷纷起身，面色阴郁地将他围了起来。随后几人扭打在了一起，最终在几人合力之下，程飞受伤被制服。就在众人打算动手解决他的时候，冯婷婷制止了众人，打算对程飞动手。好在警员及时赶到，救下了奄奄一息的程飞。最终在警方的调查下，一切真相大白。原来之前的老两口有一个养女，正是冯婷婷。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父母，离开了老两口。老两口本来是想给冯婷婷留下点什么，就打算买套房子送给她，不料遇到了绑架案。何星宇和那怕将老两口折磨致死，而这一切都被保姆发现。于是三人害怕事情暴露，策划杀死了保姆以及中介经理。得知这一切的冯婷婷找到了保姆的儿子，还有中介的弟弟刘源，这才一起设计了这场谋杀案。至此案件真相大白，面对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，点赞加关注，下集更精彩。